对，宗角路康。我特别喜欢这儿，因为这儿在夏季时候特别舒服，绿树成荫，很凉快。最重要的是这儿没游客，极少有游客。对，很多人来拉萨就是去各个寺庙以及布达拉宫门口广场那边。我们现在布达拉宫的背后，你看这儿都是当地人。对，今天不是周末，他们周末的时候会在那个草坪里铺垫子，在那坐着吃东西。看现在也有小孩在里边玩。是。这个叫林卡。对，在这儿比较能体会到拉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。比去景区好多了。这几个佛塔真的好老了哈。这个就在布达拉宫的后面。我刚才见路上有个人拿着那个什么，拿着小鱼在那放生哈。哦，这是小鱼放大的。这里面鱼真多呀。我俩还在布宫后面这个湖这边，我老早想坐船了，然后今天终于找到在哪儿坐的了。老早看别人的旅行纪录片，就在湖里面划船。哎呀，老早。知道吗？这个湖是人工湖，开凿的也比较早，是以前那个历代的后花园，这块是。哦。现在已经变成了拉萨人民的那个周末去的、带孩子去的好玩处了。带孩子去玩的好去处了。休闲场所。对。一个公园啊。对。这一块以前啊，像拉萨的普通的市民根本就不可能接近这块。对。这全是只有最高的，他们才可以来到这儿。但是你看看现在，一到周末的时候啊，拉萨当地人都带着小孩来这儿划船，或者来公园的林卡，挺好的哈。走，问多少钱？划一个。想坐吗？想坐啊。我去难问一下。咱先说好啊，50就不坐。超过50的消费项目我们就不参加了。哇，刮风了。2座的30分钟40。哦。4座的30分钟60。哦。咱先看有没有2座的。行。2座的好像少一点。在这儿买船票吗？也没有2个人的，就这样。哦，先穿衣服哦，还有穿救生衣啊。2个船票是哪个？我们已经换好救生衣，现在去坐船。哎呀，好多年没划过船了。哦，好。这个船啊，好的。终于圆我的梦了，哎呀，不容易啊。好多年没划过船了是吧？对啊，不是一直想在布宫下面这个湖划个船。万万没想到，竟然在西藏划了一次船。这个哈。好，谢谢。好的。哇哦，圆了我这个梦想了，在布宫下面划船。你要想一想，这个人工湖是300多年前挖的哎。对啊。竟然是，而且这个湖呢，不仅历史久啊，而且它是当时的武士挖的哎。对。你的偶像挖的呀？我看60。哦，60。我们这个船其实就跟我们内地的船一样哈，中间有一个这个控制方向的。涛哥一个人蹬啊？然后这个我今天穿的裙子我就不干活了。这个蓝狗不蹬，就我一个在这儿蹬。我听涛哥说今天打算去人工湖划船呢，所以我今天机智的穿了条裙子，为了避免劳动。哦。为了避免蹬船。别穿个裙子。那你拍一拍布宫，可以拍拍自己，我来给咱蹬，专心蹬。我们现在在布达拉宫的背后，宗角路康公园的人工湖划船。现在呢，我在这儿吹着风，看着风景，拍着照。涛哥在一个人，他那个腿都没带停的，一直在蹬船，笑死我了。在青藏高原蹬。对啊，现在海拔3700米的湖面上，涛哥在这里蹬着公园这种小船。这船虽然小，但蹬起来还挺费劲儿的，因为上面毕竟坐了我哈。还有湖心岛啊。对，这还有一个湖心岛。我们现在的背后就是布达拉宫，在布达拉宫的后方。哎，那个湖里还有鸳鸯，有2只。
鱼好多呢。这边好多鱼啊，这边生态还是蛮好的哈。票也丢了。票别丢了，丢了我们的押金都退不了了。哇，好惬意啊，吹着风。来拉萨5次了，宗角鹿康公园是无数次，都有几十次了。每次来都会每天来这儿打个卡报个到。但是这个人工湖是第一次来这划船。其实我们俩今天心情还是挺好，挺轻松的。首先今天天气很好，拉萨最近的雨比较多嘛，每天在阴天下雨的。然后现在吹着风，温度也很舒服，而且湖面的风光特别好。另外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明天就可以去提车啦。我们在拉萨整整待了1个月，水有点脏啊。脏。这水真的有点脏，这水特别的浑，有点腥，鱼太多了。哎，真的是，我手从水里面拿出来，感觉从鱼汤里面拿出来了，手全是那个腥味儿。这水不错哎，咱拿那个矿泉水装一瓶回去烧开喝鱼汤了呗。看他们当地人划船，拿好多吃的喝的。对呀，他们就过周末来了。对，他们在那个上面有个小桌子哈，这个位置。对。好多吃的喝的。嗨，你好，小朋友。你好，姐姐。哎呀，现在这藏族小孩普通话都很好啊。对。汉语都很好，多惬意啊！在这儿过周末。他父母普通话也蛮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。今天是我们在拉萨等待车修好的第12天了。我们的车是放到了4S店，已经整整12天了。然后今天早上的时候，工作人员打电话说，大部分的配件都到了，让我们去看一下，因为他们这边都是。4S店都是原厂的配件嘛，整个外包装什么都在，所以让我们去看看，检查一下。我们俩现在坐的公交刚刚到达4S店的附近，往过走还得5分钟吧，马上就到了。康达集团这边全是4S店啊，对，丰田、大众，还有那个广汽，还有奥迪、宝马。都在这儿，还有北京现代哈。这块是拉萨的开发区，经开区叫堆龙区，堆龙德区。看旁边这建设都挺好的，全部都是新盖的楼房。拉萨这楼啊，就在山下面盖着呢。奥迪店在哪儿啊？在最前面。哦，看到了。本田、奥迪、雪佛兰、大众，还有捷达，都在这儿哈。是。这个公司好大呀，叫拉萨康达汽贸有限公司，就整个所有的他们都是做1级的那个4S店的。对。挺厉害的这儿。我们的车现在还没有修，配件刚到，这2天开始修了。配件就是那个吧。这是配件，今天下午开始修啊。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，吉林长春发的。一汽就在长春啊。是的，这一些零散的配件。这些是小的那种，这都是原厂的啊。对，给弄丢了。这是啥？这个是里面的那个混在那个里面的。这样子啊。这是啥呀？车上的东西，算了，别拆了，人家一会儿自己用的时候再拆。这是锁。这是锁。我看看这锁沉不沉？原装。就是说北京发那个锁是吧？这个可能是长春发的吧，吉林长春。这是锁。这个是门儿。陈毅，这个门是没喷漆的啊。就是你看原来的门没喷漆的哈。对，我昨天见了一个，昨天那个箱子那是别人的门，这是咱的门。它原装的都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啥都没有。它就是你看，就是2层铁皮，
什么配件都没有。哦，这里面的配件就是要从咱们那个门上拆，哦如果咱那个门上的彻底坏了就换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就这个啊，这就是铁皮，啥都没有。对，就跟那个门一样，这个前女给我说的。这个喷漆大概喷多久？这里做油漆的话，一般都需要2、3天。就先喷好漆，然后再往上装是吧？不是，它不是，先装它是先上面先装啊。先合缝隙，缝隙完了之后，然后再拆下来再做油漆。哦，先装上再喷漆哦，这样子。哎，你们到时候这个是个锁，这是啥玩意儿？看不到，估计是个小配件吧。没有，这个是个啥？这个是个卡箍。这个呢？这个是个，也是个小零件，反正挺多的。哎呦，我们车的玻璃在里面放着呢。哦，这是我们的新玻璃啊。里面你给的这个好像快不里面那个是啥？你先6个月里面那个是啥？啊？那个是啥？那个好像就是升降玻璃一个转动的啥的，哦我也不太懂啊，我真的不太懂。对但那个好像是咱们原车的吧？对，这是玻璃哈。他好像把咱门上有用的都能拆下来。对，他们这边是这样的，他们就是每次你的门坏了哈，但不是全部那个门就扔掉不要，他会先查里面有用的配件，然后把坏了的彻底坏了不能用的再去找人发配件过来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他那个车厢子里面是我们这个门上已经坏掉的，没坏的还是用原车的这个，好，一部分是用原车。配件在你的背后。后来走吧。走吧。车在4S店放了10几天，今天终于通知我们提车了。我们收拾好东西，准备告别拉萨，继续我们的旅程。我们俩早上终于到这个奥迪 4S 店了，哇，我们的车终于好了，感觉，反正外观看着是好了。对，这个门是这个门换的，换了，然后喷的漆。对，咱们之前这儿还有点刮痕，他这次全弄了。因为他这换了个门嘛。哎，但是这个位置你看，这个是当时这儿不是变形了吗？对，开的时候有点漆掉了，他们这个没补过。啊，没事儿，那算了，回家再弄吧。对，一点儿没关系。然后重点是这儿，我们这个地方没切割没换，对，原装的，还给我把这儿修好了。是。这块当时坏了挺严重的，当时跟我们说是这个地方最好切割，修不一定能修好。对，但是那个哥们儿哈，他家没钱嘛，是吧？对呀，你切割下来要多1万多块钱。对，他跟我们一直在说没钱，整得我们也不好意思让他花钱帮我们切割了。就这一块儿，就是后面椰子板这一块儿。离开拉萨奥迪 4S 店，我们今天准备到日喀则。大家好，我是狒狒，我现在在西藏拉萨市尼木县的吞巴镇。我们的车20天前就在这个地方被当地一个藏族司机的车撞了。那今天早上我们是刚刚从 4S 店拿到修理好的车。今天的目的地是日喀则，然后中间路过了尼木县的吞巴镇，也就是上次撞我们车的司机他们家就住在这个村子里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呢是尼木吞巴的藏香中心。藏香是用什么做的？是用木头，柏树哈。他们现在正在切的这个就是，这木头就是从那个山上面伐下来的。然后他们那个村子家户门口堆了很多木头，就都是这种的，就是做藏香的主要原料。当然里面还有其他的东西。对。柏树它主要是那个安神嘛。对。所以这个藏香烧起来之后，整个对人体是有益的。我们现在跟着老板去看看，从尼泊尔发过来的。尼泊尔发过来的。这是原料是吧？我们能拍一下吗？能拍。我给你看，我给那个拉萨那个甘露发了140件，我专门弄一件样品，你看。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丁香，是药哈，丁香啊。丁香。哦，我闻到了，挺香的。这是产自尼泊尔的丁香啊。对，尼泊尔。
咱们这边藏香的主要材料就是柏树和丁香，是吗？就什么的还藏红花，还有藏红花，有多种的，这总共呢70多种的70多种，每个里面加的东西不一样啊。不一样，全是。好的。你看还有藏红花。我一袋都是100多斤。好玩是吧？这个是西藏的吗？还是伊朗的？伊朗。这伊朗的。伊朗藏红花比西藏的要好一些。你看它这个藏红花多细。对，这多少钱，大哥？这有3两。400克8两。这有8两了。你这不写着吗？哦，这多少钱？大概是2000，我反正没，反正是批发价2500块钱。8两。拉萨贵吗？拉萨贵。好多都是尼泊尔、伊朗。好厉害，沉香啊！哇，真的好香啊，就有股那种藏香的味道嘛。这个老板是非卖品，对，给我们送了2个，让我们先体验一下。这个可以在车上点。是的。它小一些，可以在车上点的。藏花是吧？我跟你说，我给你讲，咱认识吗？我们来看看。好，谢谢帅哥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哇，好多的牛啊，爷爷家。这是木头啊。柏树。柏树。哦，这是原料。家家户户都是手工做的啊。是。看它还晒了那么多。对。哦，在这儿晒着呢。这个是把原材料磨成沫，先粉碎，粉碎完之后在这儿那个晾晒。对，先进行第1次晾晒。这个爷爷说带我们在屋里面看一下。就这些，这是材料哈。哦，我来看一下。不知道这些的名字。我看。这主要就是柏树哈，像这个都是柏树。这个是那个白木。柏树木磨成这样，打成粉末。哦，这个是原材料。哦，这好轻啊，这个木头。就看一下，很多人都说这个是牛粪。哦，有点像啊。我看一下。他们说那个藏香里面有牛粪。这位藏族美女给我们介绍了他们家的藏香配料，基本上都是由各种珍贵药材混合制成的。且每一家的药材以及药材比例都不同，调配出不同的味道，也有了各种藏香不同的特色。这是以前手工做的时候用的一个模具。对，套大拇指上吗？对，你像这个东西是牛角吗？牛角做的。牛角。你像这个就是从这里面一个一个的踏出来的。哦，这样子啊。手工做很慢，很费时间。特别费时间。啊，在这边晾晒啊。这是晾晒的。这个一般要晾几天啊？天气不下雨的话，3天就能晒干。哦。最近一直在晒。对，最近雨多。这雨特别的多。这已经晒好了吗？对，还没干，就是还没干。哪些干了？干的是这些。哦，这边是干了的。然后你们再拿那个绳子把它绑起来啊。这是已经干了的啊。特别香，特别香。我觉得这点起来更香。对对。你这样闻的话，有点药味有点重，是吧？对，点起来特别的香。是。这就是晾晒了。到了尼木，了解了藏香，果然这里的藏香都保持着传统手工工艺，且远销各地。朋友们，如果从拉萨自驾到日喀则，路过这里一定不要错过这西藏最有名的藏香。